巨虧30億後，大眾汽車又救了小鹏一次。3年前的夏天，何小鹏在社交媒体上少見的发了一张合照，照片裡站在他身邊的不是李斌，也不是理想，而是大众汽车集团中国区的 CEO 貝瑞德。彼时的小鹏正深陷于 G9 上市失敗的泥潭中难以自拔。那款原本被何小鹏寄予厚望，打算3个月冲上 3.5 万輛的旗舰車型，實際上卻只賣了6000多輛。2023年前8個月的交付量同比暴跌了 26%， 小鵬甚至一度被外界質疑會不會是魏小李中第一個被淘汰出局的車企。關鍵時刻，大眾帶着7億美元宣布入股小鵬，並且表示雙方將聯手開發2款新車。消息一說，小鵬美股當晚暴漲超 40%。後來何小鵬自己回憶，整個2023年也就與大眾合作的3季度過得還算舒坦。時過境遷，8月24日晚上，小鵬交出了2026年第2季度的最新成績單。這份財報展現出了一定的韌性，單季度總營收達到197億元，同比增長 8%， 季度交付量回升到了 10.3 萬輛。在今年國內車市貼身肉搏的背景下，小鵬能夠維持住交付規模的同比微增，確實相當不易。然而，只要順着營收往下看一眼利潤表，眨眼的巨虧便已撲面而來。2季度小鵬淨虧損達到 13.4 億元，加上1季度已經虧掉了 17.8 億元，短短半年的時間，小鵬已經累計虧損了超過30億元。官方將巨虧的原因歸結為新舊車型交替的陣痛，以及研發與營銷費用的高額投入。新車型開發和 AI 技術投入讓研發費用同比大漲了 32%至29億元，加上25億元的銷售與行政開支，兩項費用合計高達54億元，結結實實吞噬了微薄的利潤。巨虧的消息一出，小鵬美股盤前跌超 5%， 港股開盤後更是直接重挫超 10%。不過在這份虧損的成績單裡，管理層卻強調了一個亮眼的指標，綜合毛利率達到了 20.7%， 逆勢超越了市場預期。副董事長兼聯席總裁顧宏棣在業績會上自信地表示，在行業成本高漲的大環境下，毛利率持續站上 20%， 主要得益於高端化與全球化的突破。但這套漂亮的官方話術卻掩蓋了另外一個讓人啼笑皆非的財務真相。如果單看小鵬自己的汽車銷售業務，毛利率不僅沒有上漲，反而從去年同期的 14.3% 下滑到了 12.1%， 單純賣車的盈利能力依然在價格戰中苦苦掙扎。真正把小鵬綜合毛利率硬生生拉上 20% 大關的，根本不是賣車，而是向大眾輸出技術的服務及其他收入。2季度這一板塊進賬27億元，同比暴增 93.9%， 利潤率更是高達驚人的 75%。給大家算一筆最直觀的賬，2季度小鵬辛辛苦苦賣了10多萬輛車，貢獻的毛利潤大概是 20.59 億元，而向大眾提供研發和軟件服務賺到的毛利潤卻高達 20.25 億元。換句話說，賣10萬輛車賺到的毛利居然和給大眾打工賺到的毛利打了個平手。事實證明，大眾汽車又在毛利層面狠狠救了小鵬一次。然而，大眾與小鵬的這場各取所需的聯姻，在零售市場上卻並沒有掀起太大的風浪。大眾當初之所以願意掏出真金白銀買小鵬的技術，是因為被老舊平台的軟件架構折磨得焦頭爛額。借小鵬的電子電氣架構能夠直接幫大眾縮短1到2年純電開發週期。但是雙方基於小鵬平台聯合打造的大眾宇眾08和宇眾07，在今年6月份的單月銷量分別只有467台和1092台。大眾用技術服務費保住了小鵬的毛利門面，但是小鵬的技術至少目前還未能幫大眾的新能源車在市場上真正立足。或許是早已預料到了這份虧損30億的財報很難讓資本市場滿意，在財報公布前的幾個小時，小鵬巧妙地拋出了另外一枚重磅炸彈。小鵬旗下的人形機器人業務正式宣布完成了首輪超9億美元的獨立融資，投後估值一舉衝破了420億元人民幣。這招的效果立竿見影，在隨後舉行的財報業績會上，分析師們幾乎沒有人再去追問交付量為什麼增長乏力，也沒人去糾結汽車銷售毛利率為何會一路走低。整場電話會的提問幾乎全被帶偏到了另外一個賽道上，人形機器人什麼時候量產，月產能做到多少，零銷手怎麼造，算法數據從哪裡來。汽車悄悄地被藏在了幕後，機器人被一把推到了舞台中間。為了給機器人業務站台，何小鵬甚至從2個月前開始親自兼任機器人業務的 CEO， 並且在公開場合興奮地表示，機器人單台毛利或將遠超智能汽車。有網友調侃，上一個宣布不造車改賣機器人的還是遠在大洋彼岸的賈躍亭，為什麼車企老闆們最近都迷上了人形機器人？一方面，國內汽車價格戰已經殺成了紅海，短時間內看不到毛利大幅改善的希望。另一方面，二級市場上以宇樹科技為代表的機器人概念正在被資本熱捧。更重要的是，何小鵬骨子裡的極客精神，早在8年前他就已經悄悄壓住了機器人賽道。去年推出的仿生貓步機器人時，甚至因為動作過於平順，被網友質疑是真人套了皮套。何小鵬為了自證清白，在發布會現場當眾剪開了機器人的衣服。極客的情懷固然性感，但是作為一家1000億車企的一把手，何小鵬自己其實最清楚，夢想怎麼當飯吃，企業終究要靠造血活着。他曾在專訪中痛定思痛的反思，企業得先賺錢才能花錢，而不是靠融資。我期望2026年的核心就是要規模有利潤。然而現實情況是，小鵬的造車主業在今年上半年依然虧掉了30多個億。給大眾提供技術支持或許可以短
期內補充利潤表，給機器人融資9億美元也可以暫時轉移市場目光。但是當概念的潮水退去，小鵬終究是一家汽車公司，如何在大眾與機器人的故事之外把車真正賣好，才是何小鵬無法回避的問題。